嗨，大家好，我是卡斯特特派员叶宇。那我们今天来到了位于台中的弘光科技大学，今天也有请到了 NFT 的经理。那我们今天就请经理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里的电竞馆以及选手训练室。那我现在就有请经理。大家好，我是 NFT 战队的经理。好啦，那事不宜迟，就麻烦你带我们去参观一下电竞馆以及训练室。好，我们这边走。好，我们现在已经来到选手训练室，那我们就请迪来带我们参观一下。好，这里就是我们 NFT 选手训练的地方。就是右边是我们的后勤区，左边是选手区，然后这是我们的教练，然后这位是叫峰哥，之前没有在位置上。那一位呢？他是练习生。练习生哦，了解。他们现在已经在训练，这是我们的放入选手Taco，然后这是打野选手665，然后这是我们的中路选手乃文，我记得他。然后下路选手小经理，后补选手人豪，大家现在都很认真，我们要打往旁边，看走。我们刚刚已经参观完就是选手的训练室了。那听说我们弘光的电竞馆非常的豪华，你可以带我们去看一下吗？好，就在前面。好。然后这里就是我们电竞馆的对战室。我们以前就会办一些活动啊、比赛，然后有时候也会让选手来这里做练习。好了，我们看完这么多的地方，最重要还是来到我们卡斯特的访问环节。那我们第一个访问就是我们的迪。大家好，我是 NFT 的经理迪。好了，那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听说 NFT 的后勤是非常强大的，那你们可以分享一下各自的工作内容吗？所以我现在就是负责经理这个位置，就是主要是在帮忙战队和那个 PCS 那边做一个窗口的接洽，因为我以前待过战队待蛮久的，所以这个工作比较有经验。然后再就是以前也是职业选手嘛，所以我会知道选手他们需要哪一些东西，就是可以告诉我 NFT 的那个战队。那迪，你作为经理，就是你平常会跟他一起赛后检讨啊，讨论 BP 或者做一些战术讨论吗？会，因为我自己就去年还是前年还是去打过世界赛，所以我当我们教练在做 BP 啊，做赛后检讨，我都还是会参与做一些讨论。那你认为从校队选手转换到就是职业选手上面，他们的心态会有差异吗？有这个会差蛮大的，然后就是得靠他们自己，还有我们就是后勤去辅助他们，就是尽快的能够将他们的心态就是调整到职业队伍该有的样子。那你们可以分享一下你们队伍一天的行程吗？就是他们一天就是睡觉，然后起床睡觉。他们一天行程就是我们1点开始上班，我1点一定要到训练室。在1点之前，他们要把自己的午餐给处理好，然后就开始训练到5点到6点这之间会做一个晚餐的使用，结束之后就会开始去训练到大概会到半夜3点。半夜3点，我还蛮好奇的是，半夜3点之后还会有选手继续待在训练室里面练习吗？还是有一些可能比较他们觉得还不会累，然后就去练。但是如果真的太晚，可能到5点或快6点，快到天亮的时候，我们后勤会设定个时间，就是逼迫他们一定要回去休息。那你们宿舍是在学校里面吗？在学校外面，大概走路10分钟就可以到了。就刚好他们都大学生嘛，也会自己骑车了，所以就会骑车过来。你们上班迟到的话会有怎样的惩罚？对一般的惩处比较轻，请大家喝饮料。太严重的话，就是把休假给砍掉。太严重是指怎样的严重程度？就是他可能1个月或2个月内迟到的次数太多了。那你们迟到的次数是指迟到1分钟还是2分钟？其实只要迟到1分钟就算迟到。然后他假如可能1个礼拜之内2天或3天都迟到的话，这种就是属于太严重，我们就会把他的休假时间给砍掉。因为我听过其他战队，他们是迟到就是扣钱。对，好，那我也谢谢今天迪给我们带来的访问，谢谢。谢谢。
我们刚跟经理聊完之后，那我们就来请到了总监峰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嗨，大家好。这么简单吗？对。好啊，那我们可以请峰哥简单的跟我们讲一下你现在主要的工作吗？我现在主要工作就是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是全新的队伍，包含教练、选手都是，也有一点参与就是教练的工作啦，就是基本上是教他们的教练，然后教他们的选手就都教这样子。那你觉得就是新选手跟经验老道的选手两者的差异，你觉得他们心境上面新来的就是新选手，他们的心态调整速度会非常快吗？比较不会吧，因为他们好像之前在其他的业余比赛有过一些比较好的成绩，可能刚上来对他们来讲，可能挫折感会比较重。对，因为我刚确定要到这边的时候，我就跟他们主教练聊过了，我说，我觉得你们现在只是勉强的触及到这个职业的门槛，因为我是直接看他们的这个训练内容嘛。我是觉得说，就是你们就是刚到职业而已，你们一定会遇到很多的会跌倒啦，会有挫折，然后就是保持一些平常心，就是持续的进步，这样就可以了。那其实据我所知，你们队上是没有分析师的，那分析师这一个工作是落到谁的身上啊？就主教练。其实因为因为他们当时的职务分配就是主教练一个人，基本上就是单全职。有分析师，然后战术教练，然后加上主教练。那我的话就是协助他做所有的事情，因为我自己是从分析师做起的，对，所以我都知道该怎么做这样。红光他们这一个在业余其实是蛮有名的嘛，这我就不是很清楚。那你们就是团练的时候有发生过什么很严重的吵架事件吗？目前是没有，对，因为我是我是都在训练室里面的，他们到的话已经就大部分时间就是已经看到我了，那我也是就是他们最后的离开，我就跟着离开，所以感觉其实好像在我面前比较不会有吵架的问题吧。那我觉得他们本来的关系也都蛮好的，应该是吵架不至于，对不对？想问一下总监，你会骂人骂得特别凶吗？我比较严格一点。我其实刚刚就是在训练室的时候有听到一点点，总监是蛮严格的，没错，一点点对。好，那我们谢谢总监，谢谢。好了，那我们最后一位邀请到的是我们的教练亮，来跟镜头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 NFT 的教练亮亮。是你的经历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我的经历嘛，我可能应该是电竞圈比较特殊、职业圈比较特殊一点的教练吧，因为我并不是从选手退役的。然后我一开始就是我是个素人，对，素人。然后我最一开始是在高雄正修科大，然后到后来在那边做了1年之后，然后辗转到了弘光科大，然后就从弘光科大一路做到现在，然后再变成 MFT 的主教练这样。所以就是那其实你刚刚也是结束了团练，那你们刚团练有吵架吗？对，也没有吵架吧，主要大部分都是不是我在发脾气，就是峰哥在发脾气。对，因为大部分他们都睡醒，下午都是我们第一把团练，他们就是打的可能没睡饱，还没睡醒，然后沟通都很差，对，所以就是会被我们就有点例行公事了。对，就是先训，都要先训一顿，然后他们才会醒过来，有那种醒过来的感觉。那就是作为教练啊，你就自己心境上面，可能觉得你教他们，你自己会有怎样的心情呢？就是因为我自己也是第一次踏到职业圈，我以前是完全没有接触过职业圈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因为峰哥算是我的老师，所以也是我请他来支援我们，算支援我啦。对，或许他教选手，他教我的要比教选手的更多。对，就是包含从 BP 上面啦，甚至到阵容啊、战术，然后包括对手为什么会这样做，那就是跟业余跟我自己在摸索的时候差蛮多的。对，就是我会觉得原来这就是职业圈。我自己觉得啦，因为有时候选手遇到一些问题，甚至因为我可能之前在业余啊或校园圈没有遇过，那有时候第一次遇到的时候，我可能会需要比如说我可能要一直看回放，甚至我可能需要吸收个可能1天2天，然后我才有办法导出可能比较最优解或者是比较好一点的解决方式。对，但是有峰哥在的话，我可能其实我问他当下马上就可以给我一个很好的回馈。那就是我方便问一下，就是在你就是踏入当教练的时候，你之前有打过业余赛吗？有，但就是那种
小型的杯赛啊，对，因为我对我那个年代应该没有像他们现在这么幸福，有什么校园联赛啦，就是我们那时候就是网咖杯的杯赛这样的，没有像什么现在还有校际杯，校际杯又分 LSC 还有 Garena， 就很多。我们那时候只有 Garena， 对，但是我那个时候又是我毕业完之后 Garena 才有，所以我也没有打过。我想问一下，就是教练做一做之后，你自己对于未来会有什么打算吗？我自己的人生规划其实。今年打职业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人生的，我好像往前跨了一个大步，因为我以前就觉得我自己还没准备好，就是或许总有一天我可以当职业登上一级联赛的舞台，但是我觉得还不是现在，所以其实我有想要挑战职业，但是今年是真的有点来得太快了，对，很突然，所以其实我也还在调试我自己。对，了解。那其实你在当教练的时候，你自己有遇过什么挫折吗？挫折吗？我觉得就最一开始吧，因为其实我刚进这个圈子的时候，因为我毕竟不是选手出身，那不是选手出身的情况下，有时候有些校队的选手可能排位可能比我高，那其实就是比较难教。就是当你跟他讲怎么做比较好的时候，他会第一个他一定马上反驳你，先反驳，然后再推翻你说的东西。就是他无法吸收你讲的东西，对他很坚持的认为说自己的做法一定是正确的，对，就是跟别的教练讲的就是不一样。这就是你刚刚讲的说话的威望嘛，对，威望值。如果今天换成是峰哥的话，他们可能对回话都不敢讲，就他们连回话都不敢回，但是可能我讲，他们有时候还会回我一下，就是会。所以一开始在带队的时候，其实很难带，尤其是我们那时候队友有几个比较算老将吧。现在选手大概20几岁吧，那我之前第一批的选手有大概23的，对，就离我比较近，所以其实是跟我差不多年代。我的个性又比较不会去踩那么硬，所以我就是会比较接受他们自己，就是那个时候反而比较没有像当教练的感觉，就是比较像一个朋友，对，算朋友，就是我给你建议，那你不听就算了，对。然后是到后来接触过峰哥之后，我才整个人对他教练这个职位该有的职能有不一样的了解。了解。好啊，那谢谢我们主教练亮，谢谢。好了，我们今天卡斯特出任务其实也结束了。那其实，在训练室里面，我真的感受到峰哥非常严厉。那也谢谢今天迪带我们参观了我们的训练室，还有我们电竞馆。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拜拜。你们平常都这么安静吗？没有，这个地方比较不一样，所以比较安静一点。你不要问他好了。那我问你，你们平常都这么安静吗？不要问他好了。请问峰哥会很凶吗？他